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蛋白粉的总结篇。在往期的6期视频中，我分别讲解了乳清蛋白粉、酪蛋白粉、植物蛋白粉、肉类蛋白粉。我将它们的概念、制作方法、优缺点以及食用时间等相关方面给大家介绍过一遍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会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要食用蛋白粉，如何选择蛋白粉，蛋白粉的食用数量，以及与蛋白粉相关的外围问题。通过这期视频，你可以知道该不该吃蛋白粉，该吃多少蛋白粉，如何选择蛋白粉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人或者什么时候就应该开始食用蛋白粉？因为在以前的视频中，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些。确定是否要食用蛋白粉，你第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你自然食物是否满足你对蛋白质的需要。通过蛋白质的系列视频可以知道，无论是对于普通人还是运动健身人群，蛋白质对于身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当自然食物提供的营养素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时，可以选择营养补剂来补充。蛋白粉作为一种营养补剂，它可以解决自然食物中提供蛋白质不足的问题。你是否要补充蛋白粉，就来自于你个人蛋白质摄取的数量以及品质。这与你是否参与健身、健身的时间是长是短、脂肪是多是少、年龄和性别都没有关系，这只与你的需求和经济条件有关。因此也就解决了蛋白粉该吃多少的问题。一天除去自然食物提供的蛋白质，不够的部分可以使用蛋白粉补充上。第二，在购买蛋白粉之前，你应该根据你的知识和食用的时间，按照制作这种蛋白粉的原料来选择。我曾介绍的6种蛋白粉都是按照制作原料来划分的。但是在目前的市场中，有很多蛋白粉的名称，例如正蛋蛋白、矩阵蛋白、儿童蛋白、孕妇蛋白、免疫蛋白等等。这些都是商家为了提高销售，给消费者一些功能的暗示和引导。不要只看这些名称。就拿正蛋蛋白粉来举例，我给大家讲过正蛋平衡。那么所谓的正蛋蛋白粉，显然是想给你一个吃完以后就可以让身体保持正蛋平衡状态的感受。你可别被名字和广告给忽悠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在选择厂家和品牌时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大厂制作的。当然，有些新兴的小品牌，因为有新的专利技术，产品的品质也较高。但是当你不了解时，还是要保守一些。那么未来我也会将最新的蛋白粉制作科技随时给大家更新和分享。例如美国的运动营养补剂品牌有3000多个，但是保持40年不倒闭的厂家只有50个。某些新兴的厂家因为获得一个相关的专利技术，使某些产品火爆热销，于是厂家会开辟全线营养补剂产品，但是因为资金和持续发展能力有限，可能几年以后就倒闭了。所以在选择运动营养补剂或者说选择蛋白粉时，要先看品牌后看技术，这样才买得放心。第四个问题，不要通过自己的口感来确定蛋白粉的品质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利用蛋白粉的粘稠度、溶解度来识别蛋白粉的好坏，这种依靠自我感觉的鉴别方法没有任何准确性，都是来自于感性。而且有些蛋白粉中添加的营养物质，尤其是矿物质，这可能会让你在冲调时看到不同颜色的颗粒。如果是大厂出品的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不要庸人自扰。第五个问题，蛋白粉可以带来饱腹感，帮助减少食欲，减少身体脂肪。蛋白粉的摄入会影响一些食欲调节激素的分泌，例如胃常肽，它的主要功能是刺激胆囊的收缩，促进胰酶的分泌。还有就是胰高血糖素，它和胃常肽一样，都能延缓胃的排空速度，提高饱腹感。胆囊收缩素和肽劳肽都是通过食用蛋白质来促进其分泌的。这些激素通过作用于大脑的食欲调节中心来减少食欲。如果通过食用自然的蛋白质食物，伴生的脂肪问题会给身体带来更多的热量，但是蛋白粉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较低，这样蛋白粉既能补充营养，又能减少食欲，对于减脂的帮助是有促进作用的。第六个问题是，蛋白粉是否能代替自然的蛋白质食物？我的建议是将蛋白粉作为蛋白质辅助食物补充。我确实见过一些人对肉类的兴趣不高，或者担心肉类的脂肪含量高，所以只吃蛋白粉。蛋白粉确实解决了脂肪的伴生问题，不用担心脂肪超标。但是肉类不但含有蛋白质，还含有其他的营养物质，例如铁、锌、维生素 B12 等等。这些营养物质在运动和健身中的作用是重要的。如果只为追求蛋白质，蛋白粉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运动和健身需求的营养是多元化的。最后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，蛋白粉就是一种特殊的食物，帮助补充蛋白质的。无论你是运动还是健身，
不要指望吃了蛋白粉以后你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除非你以前的饮食中蛋白质的摄取严重不足。在训练和营养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，你了解的越多，注意的越多，你训练的效果就会越好。没有哪个是可以忽略的，也没有哪个是绝对关键的，必须要综合考虑各种训练和营养的安排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作为一种营养补剂，蛋白粉要根据个人对蛋白质的需求决定是否食用和食用的数量。选择蛋白粉时，应该根据蛋白粉的原料来选择，认准品牌和先进的专利技术，不要通过肉眼做简单的识别和判断。蛋白粉可以解决营养补充和减脂的一些问题，但是蛋白粉只是营养补充的一个手段，只有将训练和营养各个环节都把握好，才能获得最好的训练效果。希望这个蛋白粉系列视频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